我还要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参与会议的委员，我们在这里辛苦了一整天，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们听到了许多精辟的见解，每一个委员的发言中都有着深切的期许。这是一场有意义的司改会议，不只是因为有非常多元的意见的呈现，也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过去的做法，邀请了过半的非法律人来参加讨论，让司法改革不会局限于法律人的观点，也能够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出发，兼顾了人民的想法跟需求。这样的改变才使得司法体系被彻底的体检。在这里，我要跟所有的在任的法官、检察官相互的勉励打气。对体制内的人来说，被体检的过程可能会令人不太舒服，觉得疲惫，觉得挫折。这一点，我想没有人比我感受更深。身为公部门的一员，领国家的薪水，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接受批评、接受检验。我也相信，大多数的法官和检察官心中都有着对改革的期待。那么，作为政府的领导人，推动司法改革，我会跟司法院、跟法务部，还有我们全体的同仁一起来共同勉励。可以改的，不要犹豫，马上去做；要花时间逐步进行的，就清楚交代步骤和期程；有困难的，也不要害怕向社会说明，跟社会对话。我们越能够正面的影响改革，就越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，改变社会对司法的一些刻板的印象。只要努力，我相信未来终会有一天，我们能够让社会相信这个体系是值得人民信赖的。我也要跟来自民间的委员和所有关心司法的民众说几句话。感谢你们真诚直率的谏言，各位的辛苦都不会白费。国是会确认了司法的问题意识，司改的问题意识，也催生出许多具体的改革的方案。这是各位的成果，也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成就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要动手去改变一个存在已久、盘根错节的问题，所需要的功夫和时间，远超过只是单纯的研议。而从我们分组会议所做的决议，以及大家所关心的议题，又是如此的多元繁重，就知道说，从倡议到实践，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我要请大家给政府一些时间，在这段改革的路程上，持续的发挥民间监督的力量，让我们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能够化为具体的执行。我知道上一次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有很多共识并没有被落实，所以今天我听到很多人的发言都聚焦在实践这2个字。没有错，我们并不迷信会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真正的关键在于后续的行动。我是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的召集人，所以我的责任也不会在此就结束。首先，在国是会议结束以后，我会亲自紧盯改革的进度。我将请前大法官林子怡教授，你怎么吓了一跳呢？召集一个咨询小组，将民间对司改进度的监督意见定期的向我报告，协助我掌握各界的看法。第二，司改的工作横跨5院的权责，这牵涉到跨院的协调。作为总统，这是我的宪政责任。
我会把院际的协调的工作做好，协助五院做好横向的沟通，并且掌握具体的进度。第三，我要请司法院、行政院相关的部会，不只是要坚定改革的方向，更要加大改革的力道跟速度。对于达成共识并且不需要修法的改革事项，请尽快提出可行的方案来据以推动。也请行政院建立一个机制，做好跨部会的工作的分工与协调。第四，我要请司法院跟行政院要每半年一次，定期就相关的改革进度提出报告，向社会说明改革的进度。第五，国是会议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国会的权责，需要和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员充分的对话沟通。我要请相关的部门尽速安排向国会提出报告，充分的说明所牵涉的法律的修订，也请广征社会意见，让没有参与到国是会议的人也有机会提出意见。一旦形成共识，就提出草案进入立法院的审查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所有提供意见、参与网络讨论、关心司改的国人同胞，以及每一位国是会议的委员和相关部门所有的工作同仁，你们都是司改的重要的推手。我也要特别感谢今天上午出席的贵宾，尤其是亲民党的宋主席、时代力量的黄主席、民国党的徐主席，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。所有的政党的参与和关心，都会是改革的后盾和资产。司法改革不只是制度的探讨，也不只是学理的研究，它更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背负着很多人的期待，包括在第一线辛苦的司法工作者、犯罪被害人跟家属，以及受到司法不公对待的人，还有所有期待正义被彻底实现的国民。我们必须坚定，让司法成为人民的依靠，所以改革是不能犹豫，我们一定要一起加油，继续努力。会议即将结束，改革一定会往前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